嗨，大家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怎么帮包包加一个底座，加一个拉链，跟怎么复刻一个喜欢的小提袋。那我们来看做法吧。这就是一个很一般的托特包、购物包，这种很扁平状的。我不喜欢它就是这么的扁，我希望它就是比较好装厚一点的水壶，也不会在里面容易东倒西歪之类的。所以我们要帮这个包包加一个厚度，像这个底座一样。然后第二个这个呢，我是想要加缝一个拉链，觉得很适合直接带去球场，因为那个 pickleball 的那个匹克球的球拍我放过了，好像非常的刚好。然后为了避免让那个球滚出来东倒西歪，我想说加一个拉链。然后第三个是 Sam 的便当袋，这个是俄罗斯妹妹之前的一个邻居留下来的，真的很可爱，装她的便当刚刚好，它的便当盒就是这个大小，所以我就想说直接用上次做门帘的那个布，剩下来这个直接再帮它复刻一个。好，我会需要的呢，就是这种比较粗的针，我这次会用的是9014的这一款针，上面应该会特别写是给帆布使用，或者是给牛仔布料使用的都可以。那我们就从最简单的这个开始吧，这个。先前没有特别说明的是，如果你的帆布袋上面有喜欢的那个图案，然后是延伸到下面的话，做这件事情可能会把你的图案吃掉。譬如说我的包包的设计大概是这样，然后我想要做2寸的话，就代表这些字全部到时候会变成底座的一部分，所以这个可能要考量进去。好，我们要由里往外翻，在布料的背面操作。如果你的底座的宽度想要做4寸的话，就代表有一半会在这一块布料上，然后有另外一半在这一块布料上面。不管怎样就是除以2嘛，所以我就直接2寸的记号，然后另外一边也是，然后这边也是2寸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直接画了一个2寸的方块，然后要切记的是，一定要从缝边开始计算。我刚刚是借由下面这个方格来帮助我确保它是垂直的。然后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呢，就是要留缝份，然后我们就要开始剪布料了。这是我们最后想要缝的那一条线，所以要在它的外缘1公分的地方或1.5公分的地方做个记号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就沿着缝份的边界把布料剪开。好了，刚在中线这边做了一点记号，然后我们就捏着这个直角，然后把侧线跟中线对齐在一起，然后用大头针固定。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所以我们等一下是沿着这一条线来缝到另外一边，我们等一下就直接缝在画的这一条蓝线上。开缝之前来碎念一下，如果你的包包是全新的话，建议先去过一下水洗一下，因为天然的布料可能会在遇到水的时候缩水，所以如果你先缝再去洗的话，它可能在缝线这边会皱皱的，因为我会建议用聚酯纤维的线，它是比较强韧的线，然后也是没有天然纤维那种遇到水会紧缩的那种特性，所以建议如果是新买的包包的话，可以先过一下水。我的布料是比较厚的帆布，所以我的针长用的是4。如果你的布料非常的薄的话，你可以考虑用原本基本设定的2.5或者是3都可以。那我们就沿着刚刚画的那条蓝线来缝，开始跟结束我们都要回针。另外一边也是完成。接下来我们就是要直接收边了，用之字形也可以，用车边机也可以。那我就是用最简单的手法，让大家都可以跟着做。然后针长呢调整到2这样子，然后就是沿着这个边让它包边起来。同样我们也是该开始跟结束的时候都做个回针，完成。另外一边也是一样。把这些虚虚的线剪掉就好了，这个包包就改造完了，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呀？如果没有把布料剪到的话，我们就甚至连之字形都不用收边，就会跟这个一样，但就是里面会有多这个三角形的耳朵的这个布料在里面。如果不会影响到你的话，也没关系，无所谓。先剪掉布料的好处是方便对齐，所以就看你自己怎么做取舍咯。那第一个包包就这样完成了，짠。
第二个要加拉链，拉链一定要比原本你要缝上去的边还要长。这个是我从其他东西上面拆下来的拉链，所以前面跟后面这些小东西我也要做一些小修改。我们要先帮它缝一个自己的底，然后缝一个自己的头。好的，我刚刚剪裁出了一个适当大小的布料，这个大小呢是你的拉链的宽度的2倍再多2公分，然后长度呢一个是5公分，然后我需要前面跟后面头尾各做一个，所以我这边剪裁出来的是大概10公分。我们现在要把它长边对折，在这边缝一条平针，我就直接这边缝一条线，然后呢把这个反翻过来，反翻到正面，然后呢就可以剪成2等份，把它的缝份往内塞一点点公分就好了。我的拉链大概往里面放了1.5公分，那我们就直接在这个边缘非常靠近边缘的地方缝一条平针，这样这边就好了。然后另外一边也是往内，然后把缝份往里面塞，然后跟刚一样，就在边上把这个开口收起来，这样就完成了。有另外一个种做法，可以让缝线在拉链的地方可以藏在里面，布料要这样子正面在里面的状态下来缝，然后把这2个塞进去，拉到最底端。然后呢，这是我们要对齐的线，把缝份转到拉链的正下方，然后用大头针固定一下，就这样。你这边可以把它修齐一点。然后就可以把这个布料放到正面，正面看起来就会比较漂亮哦。这样子拉链就不怕它跑出去了。然后另外一边的收尾方式跟这一边一样，就把这毛边修一修。做好这个之后，我在拉链的中线做了记号，然后包包的中点做了记号。等一下我们要这样缝上去，但是我们要把拉链的缝份藏在里面，所以看起来会像是这样子。所以说要缝的时候也是这一面对上这一面，算是正面，裸露出来的那一面是正面，所以就是这个中点对上这个记号的中点，这样子做记号。我的包包这边有一个横杠是比较厚的，然后我不希望它的拉链直接显露在上面，是在下面一点点，大概就是在它的这个横杠的下面。这边有一个它的原本的缝的线，我就可以沿着它缝的这条线来缝，就等于是把可能会显露在外面的那条线藏起来了。先用大头针固定哦，刚刚好就是贴齐上缘，那这样子更好对齐了。因为我觉得沿着这一条线缝的话，最好是看着这条线缝，所以这样我们可以对齐上缘，刚刚好的话，那我们的大头针固定就把它放在外侧这里。好，所以等一下我们就是固定这个地方，然后沿着这个缝边来缝这条线。因为我们要缝拉链，换成压链。压链是什么？老实说根本碰不到拉链，但是用拉链的压角好像也比较好，因为我们要非常靠近这个地方缝，就也等同于是拉链的那个高度。好啦，这样单边就好了。现在就是要重复同样的步骤缝另外一边。我们如果要继续看着正面缝的话，就必须把拉链打开，这样子来缝。或者如果你不想要看着正面缝，要看着背面缝的话，那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是由里往外翻，然后把这一个要缝的边对齐这里这条刚刚画的记号，这样，然后再透过这个小细孔把拉链打开，或者你在缝的时候就是稍微开的拉链这样缝，然后再用这个洞反翻过来就会好了。但因为我是要看着正面缝的，所以就直接把拉链打开，然后重复刚刚相同的步骤，正面对正面。好啦，完成。然后这个可以藏在里面，这样就有拉链啦。放在外面好像也不错。很好哎，不错不错。原本想说要缝到底，可是后来想说这是原本它的这个宽度，我就不这么做了。可以把它折到里面去，也可以拉到外面来，都可以。那这个包包就完成了。
包包我想要重新复刻一个，先由里往外反翻。我们会需要包包主体的这一块布料，它其实就是这一个长方形的2倍长，然后对折之后再两边缝起来，然后做我们第一个包包的那一个底座之后，在上面多缝，没有多缝，就直接往内翻折1寸，然后把背带放在里面，所以这边要再加1寸，然后我们还要再多缝2个背带，不是背带，手提带，我们直接就量缝份，这个宽度是2公分，所以加上去之后是24公分，然后2倍就是48，宽度要包括缝份一起量是28，记一下，48乘以28，这个带子的长度，包括下面的缝份，我们预估下面缝份是1.5的话，30.5加1.5就是32，2个32，64的长度。64，然后因为它是双层的，再加上里面的缝份，预估是1公分好了，所以里面藏了2公分，不对，里面藏了1公分，外面有2.5公分，所以3.5乘以2是7，所以我们要64乘以7公分，跟48乘以28。我们现在就直接剪出需要的布料，因为布料不够宽，所以我决定做成拼布形式。刚刚放着看了一下，觉得好像对称的会不错，而且刚好两边会剩下刚刚好7公分左右，可以做成那个大概6.5公分，可以做成手提袋的部分。这边有7.5公分。我们先把两边的缝线先缝起来，缝份要藏在里面，所以缝的时候布料的正面对正面这样，然后缝在两侧，把这边合起来。另外一边也是，然后再用之字形收边就好了。3.5宽，然后2.0长。等一下在这边做跟第一个包包一样的这个正方形的裁切，所以我就缝个大概就好了，不用缝到底。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其实应该可以先测量好自己的那个正方形要裁切到哪里，就不用猜测。完成，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帮它做一个底座了。底座的方法第一个包包说过了，但是避免大家直接跳到这个包包来看，我还是再讲一次，底座的这个宽度除以2，就是你想要做的这个记号的地方。我或许可以做跟那个便当盒一样宽度，它这里做的大概它缝很歪，它的宽度大概是9.32，好奇怪的数字。它的宽度大概是想要取8公分吧，对，这里就是8公分。然后这个8公分呢，就会有一半在前面这块布料上，然后另外一半在另外一块布料上，这样子摊平打开的时候才会是完整的8公分。我们要做的记号就是你想要的底部的1/2的宽度，然后我想要尽可能让便当盒做稳，这个或许可以做10公分，所以除以2就是5公分。所以现在往上测量5公分，侧边是从缝线开始往内测量5公分做记号。它这个是留了三角形的缝份，就是它没有剪去任何的布料。但是老实说，这样子就是真的很不好对齐，所以我还是建议这边先剪布料。接下来就是要把两边的直角抓起来，同一侧的直角，然后就可以把这个打开。在这之前，我们先做一个底线中间的记号，这个记号等一下可以帮助我们对齐两侧的缝线。好，这个直角捏起来，然后刚刚做的中线底线这边有一条中线对齐侧线，然后侧边的缝份把它推向其中一边就好啦，就可以缝合这个边。刚刚留的缝份是1公分，然后同样也是用之字形收边就好了。你可以画一条线帮助自己缝的时候不会跑边。好了，同样的也用之字形收边。好了，这样底座就完成了。现在就是可以让它站起来的这一个厚度了，不错哦。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上面这个手提袋，所以这个先放旁边，可以叠在一起做。去烫一下布衬，加强它的手提袋的韧度。马上回来，我只烫了单边而已，然后用的是1寸宽的布衬，那就直接正面对正面缝在背面的这个边上，缝在那个好了布衬上面，比较稳固。
刚把它烫平了，反翻之后烫平，现在想要在两侧都加缝一条线。通常这么做也是为了好看，然后让它不要就是变成好像吸管一样蓬起来。这边的缝线就是装饰用的，所以不用这么长，我用4。先做记号好了，外侧大概是11公分，为什么是奇数啊？12好了，这样就是中线在6公分的地方，在0跟12做记号。这是我们等一下要对齐的外侧，正面对正面，用大头针稍微固定一下，我们把这个手提带缝起来，缝在靠近边缘的0.5公分的地方。刚刚把整个带子反翻过来，然后在1寸的地方做了一个记号，然后就沿着这个记号把缝缝往内翻折。在做这个步骤之前，你可以用之字形先收边，然后直接缝过去固定，这样就好了。你也可以在做完这个步骤之后，把下缘这样往上翻折，藏在里面，就不用之字形了。这样看起来会比较干净利落，但是坏处就是这一边有手提带的部分会超级的厚，就看你的机器有没有办法承受得住这样子的厚度。我现在想一想，觉得我就用之字形手边就好了。其实有很多做法可以完成同一件事情，就是看大家的喜欢怎么样子的手法，然后怎么样对你来说最顺，这样就好了，没有绝对的对错。然后就跟刚刚说的一样，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不喜欢用之字形收边，然后再来处理。他们宁愿会翻折2次，就会做出这样子比较干净利落的边，但是没关系，反正最后都会藏在里面，各有各的好。这个就是比较快速，比较偷懒，但是可以有一样的效果就好了。刚刚在上缘的地方做了一个记号，现在就沿着这个记号往内翻折，然后同时把手提带的部分在上缘的地方跟下缘的地方都缝过1次，然后手提带的部分可以在这一个框框内做实质的加强，就画一个叉叉。它这个没有，就看你想要怎么做。叉叉缝上去会让你有一种非常强韧固定的感觉，但说实在的，只是放一个水果或者是便当而已，其实真的没有那么重。刚刚缝完了上缘这一圈，收尾针之后，往下移动到这一个边缘的地方，这里，因为我们这里是往内翻折了1寸，所以这边只要对齐这边1寸，再往内一点点的地方，就可以确保一定会缝到里面那一块布料。希望这一集对大家是有所帮助的，那我们下次见喽，谢谢收看，拜拜。